2024年韩国政治惊悚剧中最震撼的一幕，韩国的财阀权力凌驾政府，这是人尽皆知的，因此政商勾结成常态，一切都是为了财阀的利益，把普通人当作蝼蚁，这已是不争的事实。韩国的总统每5年更换一次，但财阀的势力却历久弥新。多年来，财阀在政界的影响力已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在乱世中首要之事就是刺杀总统。这个人是国务总理朴东浩。在刺杀总统之后，他首要处理的事就是担任代理总统。正当他准备好开始代理工作时，他的秘书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说张聚玉总统还没死，总统已经被紧急送往国军首都医院。朴东浩赶到医院，从院长那里得知总统情况危急，手术成功率仅有 20%， 这让朴东浩暂时松了口气。但是这时经济部副总理郑秀珍发来了一条消息，他希望能单独与他沟通。朴东浩处理总统事务后的首要目标就是郑秀珍，因为郑秀珍一直与韩国顶尖财团大金集团有着不法的勾当，许多官员试图彻查大金集团，最终都被总统以各种罪名打压，落得狼狈入狱的下场。这次负责彻查大金集团的就是朴东浩，他决心完成这件事，就是要除掉总统。但现在的总统已经是半死不活了，郑秀珍因此有了谈判的筹码，他希望朴东浩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立刻宣布辞职，这样我们就不会对你采取任何措施。但朴东浩当然是让他赶紧回家庆祝。郑秀珍看到弹劾失败，于是去找了总统夫人，告诉他手上握有总统的贪污证据，医生说手术要持续到9点，这会让朴东浩无法在9点的议会前担任代理总统，因为他们已经让检察院以贪污罪在9点钟对朴东浩进行紧急逮捕。而朴东浩这边马上联系了自由党的代表朴昌植，朴东浩承诺支持他成为总统，作为交换条件让他9点前赶到医院，阻止郑秀珍的任何行动。很快的时间到了8点50，朴昌植带着几位医学权威赶到医院，现场监督手术。他对郑秀珍说，这几位都是手术医生的导师，为了总统的安全特地来指导他们的学生。而手术中的医生一知道自己的老师来了，就不敢拖延手术时间，最终在8点58结束手术。这时候检察官已经拿着逮捕令，准备对朴东浩进行拘捕。随后朴东浩告诉他们，根据宪法第71条，当总统无法执行职务时，由国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根据宪法第84条，总统在任期内不会受到刑事起诉，这也适用于代理总统的情况。就是这样，朴东浩顺利成为了代理总统。然后秘书告诉了他，医院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观察总统的恢复情况，如果1个月后确定总统先生不能醒来，反对党将会要求提前进行总统选举。也就是说，朴东浩需要搬到大金集团，那里的高层都是腐败的官员。时间只有1个月。朴东浩对秘书说，要掌握国家情况，调查检察机关和警方需要1周，查清总统的治理问题需要1周，逮捕大金集团和郑秀珍需要1周，再花1周清理政坛其他的垃圾。时间安排刚刚好。他找到了前首尔地区检察官李长熙，李长熙是首尔2000多名检察官中唯一敢于起诉青瓦台的人，也因此被迫下台。虽然他下台了，但是在检察厅里很多后辈都非常敬仰他。朴东浩计划重新任用他来对付郑秀珍等人。而另一边的郑秀珍找到了大金集团的副会长姜尚军，张尚军告诉郑秀珍，今晚新闻会播出一则报道，一名证人会揭露朴东浩收受贿赂的情节，提供这名证人，虽然这是捏造的，但只要有人愿意作证，他的罪名就能引起公众关注。从今天开始，他会让全国媒体集中攻击朴东浩。在韩国的所有媒体，他们有足够的本事欺骗民选总统，更别说一个小小的代理总统了，这对他们来说轻而易举。郑秀珍对他说，我们必须在朴东浩组建团队之前让他辞掉代理总统的职务，然后让将军去联系在野党，向国会提交代理总统的辞职决议。现在对我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关头，虽然现在他们不能以刑事罪名紧急逮捕朴东浩，但是可以从他的秘书徐正言入手。他们立刻派检察官去徐正言的老家进行搜查。搜查期间，为首的检察官偷偷地把一个信封放进徐正言房间的相框后面。新闻随后立即报道，检察厅在代理总统秘书徐正言的房间发现了数亿韩元的存款单，检方认为这是代理总统收受的贿赂资金。因为这样的丑闻，朴东浩被国务委员会全体投票解职。在代理总统的申请中，郑秀珍还拿出了国务委员的全体辞职信交给朴东浩，告诉他如果不在今晚12点前自行辞职，所有国务委员将立刻辞职。为了迫使朴东浩下台，这些国务委员全体绝食并停止所有国家事务，
就像之前医生集体罢工一样，在权力斗争中把百姓的生命当成儿戏。而更严重的是，总统秘书长崔延书发现了总统突然心肌梗塞的原因，原来是朴东浩下了毒。于是他立刻指令朴东浩前往青瓦台，同时要求青瓦台警卫团随时准备随时逮捕朴东浩。进去老崔试图套他的话，没想到朴东浩直接向老崔坦白，秀大金集团控制了总统，不这么做，国家就要灭亡了。然后他拿出一支录音笔，播放了他承认杀害总统的录音，表示自己要把国家的腐败清除后就会自首，希望老崔给他1个月的时间，并帮他完成这件事。老崔之后到了医院，直接告诉总统夫人，总统刚才恢复了一会儿意识，并威胁总统夫人，是时候还我欠你的债了。之后总统夫人邀请高官们参加宴会，告诉大家总统刚才恢复了意识，并透露了一件重要的事。此刻的第一夫人只是个傀儡。说完这些，她表示自己有事要离开，让朴东浩主持宴会。朴东浩坐下后，先是喝了口酒稳定情绪。就在郑秀珍绝望之际，一个电话让他重燃希望。有人发现总统是因为中毒导致心肌梗塞。得知这消息后，郑秀珍首先怀疑的人自然是新任代理总统朴东浩。朴东浩成为代理总统后，首要的事就是提拔自己的亲信李长熙，任命他为首尔中央检察厅厅长。因为韩国模仿了美国制度，实行3权分立制度，包括行政、立法与司法3大独立机构，其中最让人畏惧的就是司法系统，这也是美国制衡韩国的一个关键策略。在韩国，不论是大案还是小案，都由检察院统一负责。警察办案必须由检察官同行，法院审理案件也得依靠检察官提供的证据，所以警察能查到什么都得听检察官的，法官能审理到什么也得听检察官的。因此朴东浩要清除政界的污点，首要任务是控制检察院的人。而这时候的郑秀珍已从负责治疗总统的医院院长那里取得了毒害总统的证据，打算用这个把朴东浩拉下马。他之所以这么卖力帮助财阀，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官商勾结，而是因为财阀多次以投资名义将钱交给他做生意的丈夫。在无声无息中，郑秀珍不得不越陷越深。这些政府高官一旦落入财阀的圈套，财阀就能轻易掌控他们。不过此时大金集团的副会长姜尚俊表示，现在还不能对朴东浩采取行动，因为他的会长父亲最近有了些问题，需要代理总统来施行赦免权，这正是一个可以用来威胁他的好机会。于是姜尚俊给朴东浩打了个电话，让他来谈谈总统被害的事情。姜尚俊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自己手上掌握着他在总统被害那晚的情况，有一段你去过青瓦台的录音，因为你确实去过青瓦台一次，我知道你肯定把青瓦台的所有监控录像都给删除了，但这段录音已足以证明你的罪行，还利用朴东浩的家人来威胁他，告诉他一旦你入狱，你的家人在韩国将无法生存。临走前他还提了一句，要么乖乖做大金集团的走狗，要么就变成一条狗。但朴东浩清除这些腐败的决心非常坚定，他明白选择谋杀总统就意味着必须做好赴死的准备，要成就大业必须心狠手辣不择手段。因此朴东浩第2天就立刻邀请自由党代表朴昌植来青瓦台谈话，交给他一封涉及总统儿子张贤帅的私募基金贪污的文件，让他启动国政调查，只要办成这件事，就能提高你下次总统大选的机会，你梦寐以求的总统之梦触手可及。朴昌植告诉他，虽然愿意帮忙，但绝不会冒这个险。总统的儿子张贤律在国会拥有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自己若牵头此事，必将成为众矢之的。他断然拒绝成为这种出头鸟，把自己推到危险的境地。朴东浩意识到依靠这个老狐狸是没指望了。但不久后，朴东浩接到了更糟的消息，他扶持的检察厅长告诉他，检察总长亲自下令让自己从私募基金调查案中撤出，刚刚还解散了调查组。这时候韩国政界早已被财阀渗透，朴东浩的行为牵动了众多人的利益，自然会面临各种阻碍。姜尚军把朴东浩的检察厅长摆上架子，随后派出郑秀珍，用各种事情威胁总统秘书老崔，要求他辞去总统秘书的职位。但老崔本身作风清正，他们的威胁对老崔无所谓，自然无法成功。老崔送走郑秀珍后，立刻去找朴东浩，告诉他郑秀珍刚来找过他，而朴东浩要对付的正是姜尚军。姜尚军来到青瓦台后，朴东浩就假装告诉他，只要给的钱够多，他就会根据钱的多少帮忙解决问题。姜尚军听后很是高兴，只要把这事办妥，就能从父亲手中赢得集团的继承权。正当他得意时，突然在玻璃反光中看到朴东浩往酒里下毒，
就这样，江上军企图刺杀总统失败，被青瓦台的警卫在地上摩擦，并且把之前总统遇害的事也归咎于他成立了调查组，把江上军列为重要嫌疑人。这时郑秀珍对自己说，他们现在必须阻止朴东浩康复，而且绝对不能让调查组调查江上军，即使调查组查不出江上军杀害总统的动机，他们多年来的所作所为很容易就会被揭露。现任总统实际上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傀儡，首先是由他曾经一手提拔的国务总理朴东浩独自一人，之后朴东浩自然而然成了代理总统，他多年来结党营私，一步步爬到了总理的位置，目的是为了打压财阀，改变财阀，凌驾政府之上的局面。原本朴东浩曾希望依靠这位曾经满怀热血为国为民的总统上位后能真正的打压财阀，彻底清理政府的腐败，但张日俊成为总统后，主要的工作变成了为民谋利，不断的注入资金，他的儿子甚至与财阀勾结，利用权力为私，敛聚大量财富。朴东浩成为代理总统后，立刻对总统的儿子展开调查，在1天之内，由朴东浩安排的检察官变成了摆设，调查组在1天内被解散。朴东浩为了能重新组建调查组，故意将大金集团副会长江上军约见，假装要与他勾结，实际上是等他来后服毒自杀。这样一来，江上军被指控谋杀代理总统未遂，并涉嫌谋杀总统。在这种情况下，检察厅当天就成功立案，表面上是调查总统谋杀案，实际上是彻查贪污犯罪。这些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只需要稍微调查一下。经济部副总理郑秀珍的丈夫被发现与大金集团有金钱和权力的交易，总理的儿子涉嫌贪污数十亿，其实是朴东浩自己给自己服毒，很快就被救治好了。为了彻底让他们无法翻身，直接找到了总统夫人，建议他最好让自己的儿子坦白与大金集团的勾结以及郑秀珍的贪污行为，主动向检察厅坦白，我们会保护你丈夫的名声，让总统以良好的公众形象卸任。只是儿子一时糊涂，而郑秀珍一边已经被检察官紧急拘留，剩下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为了改变局势，直接选择了杀害总统。总统死后，郑秀珍第一时间让所有媒体知道，他告诉媒体总统的死是在得知儿子被调查的消息后发生呼吸衰竭，并且向首尔中央检察厅长李长熙发出警告，要求立即终止不正当调查。张日俊总统的去世是由于强大的既得利益团体与腐败的检察机关串通，共同策划的一场司法谋杀。他说这话时义愤填膺，因为韩国的议员们都是凭借各种表演赢得民众选票的，所以他们在表演方面都很在行，再加上所有媒体都是财阀的产物，他们擅长颠倒黑白，愚弄民众对他们来说易如反掌。通过精彩的表演和媒体的渲染，许多民众开始反对检察厅，立即停止对总统儿子的调查。朴东浩这才真正体会到财阀的力量，整个媒体都是他们的天下，媒体说的民众就信的，黑白颠倒娱乐着大众。然后总统秘书长又给朴东浩带来了一个更糟的消息，在明天的总统告别仪式上，明智的追悼词计划被总统家属否决了，在葬礼上受到瞩目的人就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的掌权者。这就是韩国的政治，明白了吧？韩国就是这样一个戏剧化的国家。接着郑秀珍通过一场激情的表演，在2个月后的总统选举中支持率遥遥领先，稳居榜首。韩国的最高领导人竟是通过这样的选秀节目选出来的。每一位候选人想要选举成功，都需要财阀的大量资金支持，未来的总统成为财阀的傀儡就成了定局，要打破这个定局就必须不依赖财阀。之后总统夫人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60名议员对朴东浩进行抗议，还有超过半数的部长表态，只要朴东浩不下台，他们就立刻辞职。朴东浩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整个国家都将陷入瘫痪，他只能向公众正式宣布辞职，放弃国务总理和代理总统的职务。韩国的总统选举实际上就是一场演员的表演，在民众面前上演，由韩国财阀提供资金支持，而背后的最大赢家自然是他们背后的美国。但在韩国政坛上唯一清醒的是朴东浩，为了打破常规，他决定不依赖财阀参选总统。然而他的竞选第一战就遭遇激烈攻击，对手郑秀珍指责他任命的前总统张日俊就是你指派的检察厅长李长熙，因为对总统家属的过度调查，导致前总统因呼吸衰竭去世。他问他是否愿意签署文件，撤销所有这些暴行的检察官。这时朴东浩如果签署，就等于承认检察官的行为是强制性的调查，如果不签署，则意味着朴东浩与侮辱总统家属的检察官是一丘之貉，无论选择哪种都将失去选民支持。
朴东浩立刻做出回应，表示将坚持进行改革，一旦总统就职回到青瓦台，我将调动全国所有调查资源，重新开始对私募基金的调查，我要查清总统之子张贤帅的疑点，彻底调查到底。而郑秀珍为了确保自己能当选总统，立刻与最近因冤枉谋杀成为代理总统的江上军达成交易。他是大金集团的未来继承人，但他的父亲不只有他一个儿子。现在事情变得复杂，郑秀珍对他说，如果你还想成为大金集团的会长，你就必须帮我成为青瓦台的主人。同时还让首尔检察厅副厅长郑必九，人称丧狗，诬陷朴东浩进行贪污受贿。这位副厅长郑丧狗是郑秀珍的堂弟，自然会不遗余力地陷害朴东浩。这时候的朴东浩明白了，要对付这帮政治流氓，必须得比他们更狠。他首先要做的第一步是，那就是前往一个地方高级公务人员犯罪调查处，简称公调处。而公调处的头正是另一个总统候选人朴昌植的亲信。朴东浩派老崔去劝说朴昌植，他对朴昌植说，郑秀珍现在有前总统的派系支持，几乎占了一大半势力，而您的支持者大多是些传统党员，只占13%的势力，而朴东浩则有前总统反对派的支持，但光靠朴昌植是洗不清罪名的。朴东浩让秘书提前和证人沟通，改变信件中朴东浩收贿的日期。11月12日这一天，正是郑秀珍带着大金集团副会长江上军去见前总统的那天。朴东浩于是向公调处表明，自己那天就和郑秀珍见了总统，郑秀珍可以作为证人，让他们去查一查那天的行程。郑秀珍一听这消息就坐不住了，因为韩国法律规定，总统不可以私下见企业家，自己之前接了大金集团不少好处，安排的这次见面，如果让公调处继续追查这事，自己肯定得倒大霉，只好向媒体表态。11月12日，自己和朴东浩以及前总统一起吃饭，谈国事聊到深夜，所以那所谓的贿赂其实根本就是空穴来风，还呼吁媒体不要被误导。这种操作足以让郑秀珍的身体出问题，但更让她心碎的事情紧接着发生了。她的丈夫老韩又开始搞事情，她坚决不肯放手。现在正被检察厅调查的公司，如果不放弃，肯定会成为朴东浩打压她的手段。因为这家公司已经通过私募基金接手了大金集团的巨额资金，而30年前的老韩原是想进入政界的有为青年，是国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那时郑秀珍就对老韩产生了崇拜，但由于某些原因，他的同龄人至少都当上了市长，而他为了有些存在感，只能通过做生意，但他并不适合做商人。为了公司的成功发展，让郑秀珍陷入了困境。而另一方面的朴东浩为了成功当选总统，决定寻求新保守党候选人赵向谦的支持。这时的赵向谦也正面临巨大的麻烦，他的父亲老赵被媒体曝光目前在朝鲜生活，而且在7年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亲自会见了他，在一个养殖场做经理。这个人就是赵向谦的父亲。老赵是在1978年打鱼时被绑架到朝鲜的，在此之前，大家都以为老赵已经死了，实际上他现在已是朝鲜的模范市民，这让赵向谦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朴东浩给他打来电话，随后赵向谦迅速联系上了朴东浩。朴东浩见到他直接开门见山，拿出他父亲的照片给他看，告诉他，你父亲去了朝鲜之后就开始效忠朝鲜政权了，还被授予了革命红旗勋章，这事明天就要上头条新闻了，如果不想事态更糟，就来帮助总统选举吧。朴东浩成功说服了赵向谦，随后债主朴昌植来找他，希望朴东浩能兑现之前的承诺，让他的选举人招募团全都投给他。但朴东浩却希望能掌控他的招募团，只要我当上总统，可以给你提供除了青瓦台主人之外的任何条件。选举的最后时刻终于到了，郑秀珍仍然借助前总统去世的热度，为自己争取更多的选票。此时朴东浩的票数是5万，朴昌植30万，郑秀珍60万。郑秀珍为了稳拿总统职位，哭了无数次泪，短时间内票数暴涨到103万。这时朴昌植看着票数飙升，血压也随之飙升。他已经多次参选，每次都是失败告终，无法接受自己又输给一个后辈，于是决定退出竞选。朴东浩去找老普，希望他把现在的42万票全都转给自己，但老普告诉他，即使加上我的票，总数也才50万。第二天，郑秀珍的票数达到了152万，但在这超过100万的选民中，实际得到的票数是59万票。这样一来，朴东浩首次以流氓的方式击败了另一个流氓。当韩国听说朝鲜造出了核武器，全国都感到恐慌。这时韩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的民众自然更偏向于选择激进派。赵向谦恰好碰上邻国造出核武器的消息，
一跃成为总统候选人中的领先者。朴东浩为了赢得总统宝座，选择与以前的对手郑秀珍合作。他对郑秀珍说：“现在要么支持我成为青瓦台的主人，要么就让赵向谦当选总统。”因为赵向谦曾在一个专门处理间谍的部门工作，赵向谦在这个部门以残忍著称。30年前他就曾经对付过他，因此赵向谦一直是郑秀珍心中的恶魔。朴东浩为了更有把握，让郑秀珍带他去参加前总统的纪念仪式，并让前总统的夫人为他戴上前总统生前一直佩戴的手表。一旦戴上手表，就象征着他属于前总统的阵营。之前支持郑秀珍的人都会全力支持朴东浩。尽管如此，朴东浩面对赵向谦还是不够看。后来郑秀珍单独找到朴东浩，告诉他想和他做个交易。郑秀珍将一份清醒的材料交给朴东浩，一份关于赵向谦曾经从朝鲜的父亲那里接受资金援助的证据。但郑秀珍给他这份资料的条件，就是让他的堂弟成为民政首席秘书官。民政首席秘书官的权力非常大，负责全面监管检察机关的职位。也就是说，只要他拿到这个职位，关于郑秀珍私募基金的贪污问题就没人能调查。谁要是查郑秀珍，谁就被撤职。朴东浩虽然急需对付赵向谦的材料，但他要成为总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郑秀珍，这让朴东浩非常矛盾。经过深思熟虑，朴东浩最终决定与郑秀珍合作。但朴东浩得到材料后，总统秘书老崔立刻警告朴东浩。朴东浩随即前往参加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张向谦的优势很大，这时候的朴东浩借助张日俊总统的名声获得了更多支持。而张日俊的政策一直是支持朝鲜和平发展，帮助朝鲜政府。如果他说不再支持朝鲜，立刻就会被张日俊派放弃。张日俊在任期间已经给朝鲜捐了超过7亿美元，如果你当选，还会继续给敌人送钱吗？然而就在赵向谦自认为稳胜的时候，朴东浩直接曝光了赵向谦在朝鲜的父亲老赵在当地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到1996年朝鲜大饥荒期间，赵向谦跑到鸭绿江边与自己的弟弟见面，给他5000美元做救济。这只是把5000美元送给在朝鲜的父亲，并不能对赵向谦怎么样。接着朴东浩对赵向谦说，关键的人物是他的弟弟赵尚明。在拿到5000美元救济金后，成功度过了饥荒时期，去了俄罗斯完成了物理学学业，回到朝鲜后加入了核武器研发团队。就这样，朴东浩彻底击败了赵向谦，最终成功当选为总统。当朴东浩成为总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针对郑秀珍的堂弟，让检察院对他进行彻底调查，目的是阻止他成为民政首席秘书官。这一举措一出，郑秀珍立刻采取了应对措施。原来前总统夫人给他的手表里面竟然装了窃听器。郑秀珍通过窃听得知了朴东浩和老崔的谈话内容，发现录音笔藏在老崔的保险箱里。他立即请专业人士打开了保险箱。郭总统一上任就被财阀完全控制了，原本由总统直接任命的3000名高级官员，只留了几个由总统挑选的，其余全部都是大金集团的人。原因是对方掌握了现任总统杀害前总统的证据。然而朴东浩能当上总统，绝不仅仅是靠运气，他其实早就知道郑秀珍在自己的手表上装了窃听器，故意让他听到自己谈论关于杀害前总统的录音笔的位置，这样他就可以掌控局面，把所有大金集团的人一网打尽。同时在任命高级内阁官员时，完美的避开这些不利因素。郑秀珍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赶到青瓦台，拿出录音笔开始威胁。原来朴东浩之前那么镇定，是因为他掌握了自己杀害前总统的录音证据。随后朴东浩告诉他，现在我们彼此都有把柄，如果想要继续生存，就得一起抹掉这些不光彩的痕迹。之后让一直帮助他上位的老崔在秘书室成员组建完毕后，立刻辞去总统秘书长的职务。接着让新任命的国务总理朴昌植负责这件事，清理所有大金集团的相关官员，而这自然成了大金集团会长对付朴昌植的手段。不久之后，检察厅长老李得知朴昌植的儿子因海外赌博欠下了5亿韩元，现在被关在赌场的地下仓库。之后朴东浩警告朴昌植，现在绝对不能帮你儿子还债，否则你会被政敌指责涉嫌海外非法赌博，从而不得不辞去国务总理职务。我会联系当地警方，按照法律处理这件事。朴东浩很清楚老李是个坚守原则的人，朴东浩一提出这件事，老李就交出了准备好的辞职信。最终朴东浩决定放弃朴昌植，坚守原则。此后国务总理职位易主，再无人敢接手，因为这个职位已充满风险，谁动手谁先倒。总统朴东浩原本打算利用赵向谦的力量，在任命郑秀珍为国务总理期间，在他上任前的听证会上
把郑秀珍涉及的贪污私募基金的事全都揭露。没想到郑秀珍立刻反击，与赵向谦联手，承诺赵向谦一旦自己成为国务总理，就帮他在政坛重获支持。因为不久前赵向谦被曝光与在朝鲜的父亲和弟弟有往来，而且他的弟弟还是朝鲜核武器研究的核心成员，这让他名声扫地。为了洗清名誉，他向朝鲜泄露了自己是韩国检察厅公安部长的身份。他在朝鲜的父亲和弟弟立刻被认定为间谍，并被直接判处死刑。赵向谦借此利用父亲的死重新赢得了民众的支持，郑秀珍也因此顺利成为了国务总理。为了推翻郑秀珍，姚东浩直接找到了大金集团的老崔，告诉他只要让他在监狱里的儿子江尚君坦白他与郑秀珍的私募基金贪污事实，以及他谋杀总统的事，他就会帮忙澄清，否则你儿子将面临终身监禁。现在郑秀珍已经封住了他的嘴，需要你这个父亲出面。但老崔表示他根本就没打算让儿子出狱。随后江尚君给郑秀珍老公的打钱账户被曝光，一得知这个消息，郑秀珍立刻让她老公赶快让公司财务尽最快速度处理韩国的事务。而朴东浩早有准备，他迅速召开国家紧急安保会议，姚东浩直接调动国防力量，迅速将相关人员抓捕归案。人被抓后，郑秀珍的丈夫老赵立刻联系江尚君，告诉他关于投资的事只是他俩之间的事，和他妻子没有关系。这时老赵才意识到是自己的贪心害得本来前途无量的妻子现在每天生活在恐惧之中，因此他选择了自杀。郑秀珍得知此事后急切地想要找回自己的丈夫，但是身边的助手告诉他，老赵通过江尚君得到的钱大部分已经投给了韩国自由党的候选人，因为这笔投资有50多名议员成功当选，如果老赵不死，这50多名议员就会遭殃，韩国自由党也将崩溃。不久后，郑秀珍接到警方的通知，要去认领尸体。老赵死后，公调处基本对郑秀珍无计可施，郑秀珍随即开始了她的报复行动。她特意找到赵向谦，告诉他在朝鲜死去的那些国人实际上可以被国家认定为国家功臣，而你就可以成为国家功臣的儿子，到时你的声望将更上一层楼。郑秀珍让他准备做的事情涉及前总统张日俊之死，召开了国政调查，负责调查此事的李长熙检察官被第一时间选为证人，出席了国政调查。朴东浩知道无法说服他，只能启用第二个方案，直接指令人员拦截老李的车。拦截他的是公调处的调查员，以涉嫌受贿为由紧急逮捕他。这是朴东浩复制前总统对他所做的事，同样的手段用在老李身上。解决了老李之后，还有江尚君这个问题。随后朴东浩向公众透露，郑秀珍在江尚君被拘留的1个月内见过他3次，他和谋杀总统的嫌疑人见了3次，这足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这系列操作之后，朴东浩连续3天不敢离开青瓦台，超过1000名前总统张日俊的支持者要求彻查朴东浩卸任总统一职。郑秀珍则不给朴东浩喘息的机会，直接找到公调处幕后大佬朴昌植，并告诉他如果不想被连累，立刻打电话给公调处放李长熙出来。李长熙被释放后立刻出席国政调查担任证人。朴东浩基本上宣布退场。然而此时的朴东浩找到了大金集团的老姜，他告诉老姜自己掌握着他许多经济犯罪的证据，如果我下台，这些东西都将落入郑秀珍手中，而你所放弃的儿子江尚君和郑秀珍有什么关系？你很清楚这一点。面对眼前的局势，老姜自然要选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向。他选择绑架前总统的儿子，然后威胁前总统夫人向媒体说明情况，声称张日俊总统昏迷那天朴东浩与他在一起。老姜还贿赂了处理此案的3名法官，成功帮助朴东浩稳坐总统宝座。朴东浩就这样赢得了这场仗。胜利之后，他并不打算与大金集团的老姜分享权力，他打算把老姜和郑秀珍一起拉下水。说完这些之后，他播放了一段自己与大金集团会长勾结的视频，公开了勒索前总统夫人和收买法官的全部事实。看到这种情况，郑秀珍当然坐不住了，他立刻找到大金集团的老姜，告诉他我们现在是同舟共济，如果不想一起下船，就赶紧行动，动用他多年来在检察厅安排的人脉。这时老姜也只能孤注一掷，试图最后一搏。接着郑秀珍首先指派赵向谦组织党员围堵检察厅，同时郑秀珍也全力以赴，让企业工会和产业联盟联合首尔的所有干部一起围堵检察厅。同时他命令自己的堂弟丧狗召集100多名部长及检察官召开紧急会议。丧狗会议结束后，第一时间去找朴东浩，但这时候回到青瓦台几乎是不可能的。
检察厅已经被完全包围了。另一边的郑秀珍也没有闲着，他趁朴东浩无法回到青瓦台的时候，召开了紧急国务会议，动员了所有国务委员，要求罢免现任总统。根据韩国法律，除了叛国罪外，总统能被紧急拘捕，在其他罪行彻底审判之前，总统通常不会被拘捕。事件发生后，代表韩国宪法的法院被检察厅的反腐败部门全面封锁，甚至对所有法院法官发出了逮捕令。但朴东浩认为这还不够彻底，他认为连检察院的毒瘤也应该清理。老姜处理完后，轮到老千照相签，老千处理完就是郑秀珍的轮次。郑秀珍却没有因此而气馁，她连夜整理所有的犯罪证据，将这些证据输入她丈夫的笔记本电脑，然后偷偷交给了检察官。朴东浩拿到了能证明自己牺牲朋友清白的录音，立刻向大家表明，这笔记本里的内容绝对真实，为自己的好友徐熙泰洗清了罪名。不过这些内容大部分都是真的，唯一的虚假之处是，郑秀珍将所有罪名全部归咎于她已故的丈夫，与她自己无关。郑秀珍摆脱了所有关系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工会主席，承诺给他一栋商业大楼，条件是组织工人全面罢工，直到朴东浩辞职为止。接着找到律师协会会长，协助工会进行罢工。郑秀珍的一系列操作后，全国超过100万名工人开始罢工，抗议超过1000家工厂的操作。工程一停，连宗教界都站出来要求朴东浩立刻辞去总统职务。而现在，唯一能调查郑秀珍的老李也被整个检察厅要求退休。此时还有50万示威工人表明，如果朴东浩不露面，他们会强行闯入青瓦台，他不辞职就直接闯，秀艺人会直接踩死他。郑秀珍也告诉警察总长不要派警力保护青瓦台。当朴东浩走投无路，他派出他的王牌秘书徐正言。徐正言是郑秀珍助理的前未婚妻，但他们已经分手。徐正言找到他，先是假装想离开韩国，希望他帮忙安排离开。离开前想给母亲打个电话，但手机一打就没电了。徐正言拿到手机后立刻走人，把他锁在里面。之后，朴东浩用这部手机打电话给郑秀珍，告诉他现在他有他助理的手机，手机里有他杀害前总统的全部过程，如果不想立刻完蛋，就来青瓦台见他。郑秀珍接完电话，立刻通知工会主席，今晚不要闯入青瓦台。交代完毕后，郑秀珍立刻前往青瓦台与朴东浩见面。朴东浩已是必死之心，他抢过郑秀珍的手帕，然后告诉他，现在你刺杀总统的证据确凿。随后，郑秀珍被立即逮捕，送往检察院审问。审问之前，老崔拿出朴东浩事先录制的视频，让他观看。视频里是他自己写的遗书，证明我并未被你杀害，条件是将所有用非法资金参选的国会议员名单全部公开。郑秀珍一口气报出了50个议员的名字。目前韩国的政治体系以总统为核心的行政权力，总统已经下台，以法院和检察院为核心的司法权几乎全部被清洗。同样，国会议员也经历了大规模清洗。现在韩国的权力分立几乎全面腐败，但郑秀珍在出卖了自己买通的所有议员之后，立刻利用遗书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然，贿赂议员的钱与她无关，那是她老公和大金集团的事。她离开审查室的那一刻，已经是代理总统。不过朴东浩早有所准备，他让徐正言去找他的前未婚夫，对李万吉说，郑秀珍已经把50名受贿议员的事情说了出来，他为了自保，可能会做出什么难以预料的事，提醒他要特别小心。一向坚持原则的李长熙决定撒一个谎，向媒体公布一条消息，声称根据郑秀珍的透露，他的秘书李万吉在医院杀害了前总统。这场对话被全国直播。郑秀珍在一番激昂的陈述后，接到了女儿的电话，这电话让郑秀珍的政治生涯彻底结束。